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家，父亲也就是皇帝，为了权力杀死自己的儿子，这样的例子呢，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是如果说是母亲为了权力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样的事例就是非常的少了。有的朋友可能马上就会想到武则天。关于武则天是否真正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一点呢是有争议的。我呢也曾经专门制作过一期视频节目来探讨这个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看。我会把那期节目的连接放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武则天是否真的杀子，这点呢是有争议的。但是有另外一个母亲，她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还是皇帝，这件事情却是实实在在无可辩驳的。这个狠心的母亲呢，就是北魏时期的胡太后，她也是最近上映的这部叫《周生如故》的这部古装剧中七太后的历史原型。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位胡太后。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出质疑，说在这部剧中那位七太后确实是杀死了自己的皇帝儿子，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剧情的虚构，未必与历史上的那位北魏的胡太后有什么关系。所以呢，在正式开始介绍这位胡太后的时候呢，我想先做一个定位，咱们先确认咱们要说的这位胡太后确实就是剧中七太后的历史原型。首先呢，咱们先来定位一下这部剧发生的历史朝代。在这部剧中呢，提到了北陈和南萧，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南北朝。而且剧中还有一位叫萧燕的人物，他是来自于南萧，是南萧的皇子，后来在周北陈的帐下做了军师。在历史上的南北朝中，南朝是有两个政权，皇帝是姓萧，分别是南齐和南梁。南齐的开国皇帝叫萧道成，在我们讲《鹤唳华亭》那部剧的时候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南齐的历史。南齐以后就是南梁，开国皇帝叫萧衍，萧衍就有一个儿子，他原来的名字叫萧宗，后来又改名叫萧赞。这个人出于某种原因，后来就投靠了当时的北方政权北魏，而且他也真的做过和尚。至于他是出于何种原因投靠了北魏，这个呢，我先卖一个关子，咱们一会儿再慢慢说。而对应梁武帝萧衍的执政时期，北魏政权的皇帝那时候呢是北魏宣武帝元恪和他的儿子北魏孝明帝元许。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北魏政权的实际掌权人就是这位胡太后。这位胡太后身边呢，有一位非常受宠的太监叫刘怀，而在剧中西太后的身边也有一个太监叫赵怀。历史上的胡太后是被一个异族的酋长扔进了黄河淹死了，与在剧中西太后之死也大致相同。好的，根据以上资料，再加上绝无仅有的亲手毒死儿子的事实，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部剧所发生的历史朝代就是处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与南梁对峙期间。而剧中西太后的历史原型，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聊的这位胡太后。这位胡太后的父亲叫胡国珍，是一位地方大员，最后官至司徒。胡太后呢，还有一个姑姑，那时候已经出家为尼，是深通佛理。她的这位姑姑和一般的僧尼不同，她是专门走上层路线的，就是经常出入皇宫，给后宫内的那些妃嫔们讲解佛理。因为她口才好，而且呢情商又高，所以呢深受后宫妃嫔们的欢迎。他在与这些妃嫔谈论佛法之余，也经常说他有一个侄女生得如何的貌美，如何的有才华，也是如何的深通佛理。说的次数多了，可能这话就传到了当时北魏的皇帝北魏宣武帝元恪的耳朵里，再加上其他妃嫔们的推荐，所以元恪就下旨招这位后来的胡太后入宫，被封为了侍妇，这是一个连嫔都够不上的一个低级职位。
小胡太后入宫以后，就发现这个北魏的后宫和她以往从书中和宫斗剧中看到的后宫截然不同。这个后宫中，除了高皇后高高在上以外，其他的那些妃嫔们还都能够和睦相处。以往宫斗剧中经常出现的让怀孕的妃嫔流产的什么麝香，或者是一些咒人死的亚圣之物，在这个后宫中都没有。而且如果一旦有某一位妃嫔不小心不幸地怀了皇帝的骨血，那么她会得到其他的妃嫔热心周到真诚的看护，生怕这个孩子会有什么意外。其他朝代的妃嫔都希望能够诞下皇子，这样的话母凭子贵。可是在北魏此时的后宫中，那些妃嫔们就怕自己生下皇子，而且更怕生下皇长子。那么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在北魏太武帝拓跋圭的时候定下了一条祖训，叫子贵母死。就是说，如果你的儿子被立为了太子，那么他的生身母亲就要被处死。这样做就是为了有效地防止外戚专权，进一步地巩固皇权。大家想，有了这条祖训，那些妃嫔们哪个还敢生儿子呀？如果你生了一个长子，那你是必死无疑。即使是你生的是一个小儿子，但是谁能保证，如果这个长子中途夭折了，这个次子成了长子，你还是要被处死。所以啊，最好是生女儿。可是这生男生女，谁又说得好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生育。而想要不生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被皇帝临幸。简单的说，就是根本不给皇帝机会。所以啊，我就据此脑补了一下当时北魏后宫中的情景。大家记得我曾经讲过，在西晋时期，晋武帝后宫中的嫔妃很多。晋武帝司马炎呢，就犯了选择恐惧症。所以呢，他干脆就驾着自己的宝马车，不是宝羊车，溜溜达达的在后宫中转来转去。这个羊车停在哪个妃子的宫殿门口，他就进去临幸这个妃嫔。这就是历史上的羊车忘幸的故事。所以呢，这些妃嫔们为了让羊车能够停留在自家的门口，纷纷的在地上撒盐呀，或者是在宫门上插一些新鲜的树枝、新鲜的树叶，引诱这个宝羊驻足，从而得到皇帝的临幸。如果北魏的宣武帝也驾着他的宝羊车在后宫中溜达着的话，他在各个妃嫔的宫门口见到的肯定不会是什么新鲜的树叶，而很可能是门口趴着一只大狼狗，见着羊就叫，轰的羊满世界乱跑。就是门口没有大狼狗，也会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皇帝与羊不得入内。有些不甘寂寞又有心思坦荡的妃子，还会另外写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异性可入，皇帝止步。皇帝已经不是作为异性了，估计是作为异形了。小胡太后对这种现象是深不以为然，她认为作为皇帝的女人本应该就是为皇上诞下龙嗣，以使得延续皇家的血脉，怎能因为在乎自己的生死而忘了自己的使命呢？所以有一次她在侍奉宣武帝的时候呢，就表达了自己这个观点。宣武帝元恪一听，非常的高兴，对他非常的赞赏，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不知死的人，于是就临幸了他。小胡太后被临幸以后，每日祈祷，希望能够为皇帝诞下皇子，哪怕自己因此而死，也是心甘情愿。别的妃嫔们还好心的劝他，他也是一概不听。果然是天随人愿，他果真是诞下了一个皇子，就是后来的北魏孝明帝元恂。北魏宣武帝得到这个儿子以后是喜出望外，他马上就升了小胡太后的官，把他升为了充华。这时候的宣武帝已经30多岁，按照古代人来说，30多岁可能已经可以当爷爷了。可是呢，他居然在这之前一个儿子也没有保下来。他以前不是没有生过儿子，但是呢，都很早的夭折了。其中的原因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
这些早夭的儿子中，包括他的第一位皇后于皇后所生的儿子，还有他第二位皇后高皇后所生的儿子。他的第一位于皇后所生的儿子很有可能是被后来的高皇后所毒杀，而高皇后的儿子，据传闻说有可能是高皇后自己杀死的，也是因为这个子贵母死的祖训。宣武帝也对以前自己那么多儿子过早的夭折是心有疑虑，所以呢，他特别选了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太监和乳娘们，而且还另辟了一个宫，专门抚养他的这个唯一的儿子。不管是他的生母胡重华，还是他的嫡母高皇后，都不能见这个孩子。我估计这个宫门口也可能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防火防盗防皇后（括号还有亲娘）。这个小孩长到3岁的时候，宣武帝就迫不及待地把他立为了太子。当时高皇后就提出要依照祖训赐死孩子的生母胡重华，但是这时候胡重华非常的得宠，宣武帝呢也一直很赞赏他为子牺牲的精神。而且此时的北魏已经汉化已久，儒家思想已经是深入人心，而且北魏那时候崇佛，佛家又讲究慈悲为怀，所以朝中就有很多大臣上奏说，子贵母死是一个陋俗，不符合儒家和佛家的精神，应该予以废止。最后宣武帝是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废除了子贵母死这条祖训，胡太后胡重华也就成了北魏历史上第一个母凭子贵的妃子。那些让自己的门口蹲着大狼狗，把皇帝坐的保洋车追得满世界乱跑的那些妃嫔们，这时候估计肠子都悔青了。他们这时候恐怕也想为皇帝生下一儿半女，或许也能够沾沾母凭子贵的光。不过这时候的宣武帝元恪估计是得了 PTSD 创伤后遗症，再也没有和那些妃嫔们生下儿子。到了公元515年的正月，北魏宣武帝元恪驾崩。知道皇帝驾崩以后，高英高皇后马上就要杀了胡重华，但是胡重华却被当时的太监刘怀和宫中的几位大臣藏了起来。这几位大臣中有一位就是出身于清河崔氏，他叫崔光。紧接着魏孝明帝元许继位，高皇后就被尊为了高太后。但是没过1个月，高太后在外面掌兵的叔叔高照就被召回了京师奔丧，刚进入灵堂就被人活活的勒死。杀死了握有兵权的高照，高太后也就没有了靠山。1个月以后就被逼出家为尼。又过了2、3年，当时是出现了一次月食的天文现象，古人呢认为这是国母将崩，所以这时候已经被晋封为皇太后的胡重华就又想起了高皇后，于是就赐死了她。因为这时候孝明帝元许只有5岁，所以胡太后就临朝听政，做了实际的掌权人。在他临朝听政初期呢，还算是比较谦恭的。他对自己发布的命令称令不称诏，而且不让大臣们称自己为陛下，只称殿下。这看起来比后来宋朝的刘娥还要谦卑得多。刘娥这个有吕后之才无吕后之恶的太后，在他执政期间还让臣子们称他为陛下呢。这样谦恭的胡太后的形象并没有持续太久。权力的侵蚀作用是巨大的，所以没过多久，胡太后就让臣子们称自己为陛下，而且还想亲自主持祭祀大典，俨然间就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这位胡太后把持朝政的这段时间呢，正是北魏朝的鼎盛时期，国家的财力非常的充足。而这位胡太后也明显不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她是很会造的。当时朝堂与民间都渐渐兴起了一种奢靡之风。这位胡太后还笃信佛教，所以呢，她兴建了很多的寺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我们知道的洛阳龙门石窟。
说起来也巧，在中国的三大石窟中，这三大石窟指的是在北魏前期修建的大同云冈石窟，北魏后期，也就是胡太后时期修建的龙门石窟，以及最早开始于16国时期，最后大成于隋唐时期的敦煌石窟。在北魏朝时期修建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都是女性执政者执政期间开凿的。云冈石窟是由我们熟悉的那位北魏冯太后下令开凿的。那么这是巧合呢，还是性别的差异造成的？这一点呢，很耐人寻味。说到这儿啊，我这个跑题的老毛病可能又要犯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不管是云冈石窟，还是龙门石窟，还是中国早期的一些佛像上，这个佛像看起来都不像是我们的中土之人。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当然不是中土之人，佛教是来源于印度，所以呢，这佛像应该画的也是印度人心目中的佛的样子。但是这些佛像也不像是印度人，而且啊，佛教的早期它在印度传播的时候是没有佛像的，佛教徒们只是用一些与佛有关的事物来代表佛，比如说他们会用佛的足印来表示佛的修行，用菩提树来表示佛的感悟，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佛像。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最初传入中国的这些佛像到底画的是谁呢？大家知道，佛教呢是在东汉汉明帝的时候传入中国的。据说呀，汉明帝曾经做了一个梦，梦见天空中有一个丈六的金人，顶佩白光，从西方飞来。于是呢，第二天早上他就问大臣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一个大臣叫傅毅的，就跟他说臣看陛下梦见的这个神似乎像是西方所说的佛。于是汉明帝就命人去西方求佛，派去的官员在西域的大月支，也就是现在阿富汗境内，遇见了2位来自天竺的僧人。于是他们就结伴以白马驮经，又回到了中原，佛教由此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汉明帝为了安置这2位僧人，而且让他们能够安心地翻译他们所携带来的42章经，还在洛阳的城西找了一块地，为他们修建了一套具有天竺特色的房舍。又因为鸿胪寺就是以前主理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所以呢，汉明帝就用红螺寺中的寺来命名这套房舍。又为了纪念白马驮经，所以就把这套建筑称为白马寺。所以啊，大家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寺庙中寺这个字最早指的并不是宗教场所，而是政府的办公机构。这时候呢，是大概公元60年左右，而那时候的中亚阿富汗地区正是贵霜王朝统治时期。那么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带回来的佛像明显着有着欧罗巴人高鼻深目的面部特点呢？这是因为呢，这些佛像他们是深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那么古希腊的文明又是怎么会影响到了中亚阿富汗地区呢？这个话题可能又要扯远了。不过好在前几期呢，咱们谈到了很多世界历史中的内容，所以呢，不妨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大家看过电影《斯巴达300勇士》，这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波西战争的情景。当时是波斯第一帝国攻打希腊，但是不管是攻打希腊的雅典还是斯巴达，都没有讨得什么好，最后还是回到了东方。后来过了几十年，在希腊北部的一个小城邦叫马其顿的地方，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父亲腓烈一世早就看出他的这个儿子绝非池中之物，所以为他请了当时最好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果然，亚历山大长大以后就统一了希腊各城邦，然后他就把目光盯向了遥远的东方。他想起了当年波斯对希腊的进攻，因此呢而愤愤不平。他想，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点没有把我希腊当回事儿。不行，我一定要做一次友情回访。中国有句古话叫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亚历山大把它翻译成了投我以板砖，报之以菜刀。所以他就拿着菜刀东征，一路是所向披靡。
本来亚历山大可能就是想教训一下波斯帝国，报当年之仇，让波斯人付点代价，付点误工费，然后再摆几桌酒席，这事儿也就算了。但没想到他攻打波斯的时候，波斯正是内忧外患，内部也是腐朽不堪。结果本来说好的一次入室打劫，变成了灭门。波斯帝国竟然让他给灭了。亚历山大的东征最远到了印度，而印度西北部地区有一个小的城邦叫犍陀罗，也是在亚历山大的征服范围之内。也许是胜利来得太突然，也许是用力过猛，亚历山大很快病逝，他的帝国也开始四分五裂。希腊人的残余势力又在伊朗高原建立了塞琉古帝国。塞琉古帝国的东部，也就是现在的中亚地区，那时候呢，当时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宣布独立，在中国的史书中称塞琉古帝国为条支。塞琉古帝国后来被安息帝国所取代，而巴布特里亚王国也被贵霜帝国所征服，这样就形成了东汉时期的世界四大帝国的格局，就是从东边算起，分别是东汉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以及罗马帝国。塞琉古帝国也好，巴克特里亚王国也好，他们都是希腊人建立的政权，带有明显的希腊特色。虽然他们的王国最终覆灭了，但是希腊的文化却因此留在了中亚地区。而东汉时期从中亚地区取回的这些圣经，正是出自于犍陀罗地区。那时候正好也是在贵霜帝国的统治时期。大家知道，贵霜帝国统治时期呢，在文化方面是比较开明的，他对各类的文化、各类的宗教都持着非常开放的态度。而犍陀罗地区在南边呢，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当时正是印度的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大力的推崇佛教。这样，在犍陀罗地区，来自南部的印度佛教文明和来自于北部和西部的古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就在此地此刻相聚在一起，绽放出了影响世界的犍陀罗文化。而传入中国最早的佛教，也明显着带有犍陀罗文化的色彩。所以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早期的佛像的面部特征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的特点。更直接一点说，佛像的面庞非常近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而金刚力士的造型呢，又非常酷似于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有些佛像的肩膀还有2处火焰，这个呢叫做焰肩，从这儿也可以明显看出波斯拜火教的痕迹。犍陀罗艺术实际上就是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完美结合的产物。它传入中国，并被中国的文化所吸收接受，并不是说明当时中国古代艺术的衰弱，而正是因为我们的先人们有着博采众长、吐故纳新的心胸和智慧，才使得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下来。相反，如果只知道闭门造车、固步自封，老子天下第一，那么这样的文化早晚会走向衰亡。这就叫做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好的，跑题回来，咱们继续聊聊这位胡太后是怎么胡来的。在中国史书中一旦要涉及到一个女性执政者，肯定会提到她有多少个情夫，生活多么的淫乱等等。这也不奇怪，看看这些史书都是谁写的就明白了。后世的人对这类事情是评头论足，甚至是大加驳斥，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未必算是个事儿，可能连新闻头条都上不了。这位胡太后也是不例外，她守寡的时候不过是20几岁，不到30岁。在大权在握以后，他肯定会有这方面的欲望，这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这要放在男性执政者身上呢，这就叫做为了江山永固，社稷相传，千秋万代。如果放在女性身上，变成了淫乱后宫，这多少有点不太公平。这位胡太后，她也喜欢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也不是外人，是她的小叔子，叫元则。清河王元则，胡太后就把元则招入京，然后强行把他纳做了他的面首。
至于是怎么强行的，是迷奸、诱奸还是强奸，这个呢，我还真不知道。但是看起来胡太后是很爱元则，所以呢，在得到元则以后，他就不理朝政，把朝政全部交给了这位清河王，自己呢就开始尽情享受爱情的甜蜜。元则也确实是很有能力，而且一身的正气，对当时当权的胡太后的妹夫元义以及权宦刘怀，经常是当众的呵斥，不留情面。慢慢的，这个元义和刘怀两个人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就开始设计陷害元则。最后，他们发动了一场类似于宫廷政变，囚禁并杀死了清河王元则。同时，为了担心胡太后怪罪，居然把这位胡太后干脆也关入冷宫，不让她见任何人，包括她的儿子北魏孝明帝元许。后来又过了几年，刘怀病逝，元义就开始放松下来，对胡太后的看守也慢慢的松弛下来。这样，胡太后就与她的儿子秘密的见面。后来母子联手做掉了元义，胡太后再次临朝听政。重新执政的胡太后是越发的放飞自我，朝政呢都交给了她宠信的情人兼奸臣郑俨和李神鬼主持。这两个人呢，把朝政弄得是乱七八糟，最后引发了六镇起义。所谓六镇，就是北魏为了抵御柔然，在北部边疆设置了6个军镇。再后来，边关大将尔朱荣派兵平定了六镇起义，但在这过程中，他的势力也逐渐的做大。他甚至向皇帝要求要带兵进入河北、河南等地驻守。胡太后并不傻，没有答应尔朱荣派兵进入河北。但是当时的皇帝元许却因为长期被自己的母亲晾在了一边，成了一个傀儡。而且呢，又不满郑俨、李神鬼他们的胡作非为，所以他就秘密地给尔朱荣发了一道诏书，让他进京勤王。胡太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在郑俨和李神鬼他们2人的鼓动之下，竟然下了毒手，毒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把元许的幼女尊为了皇帝。您没听错，是一个女孩，但是胡太后对外宣称这是一个男孩。所以啊，也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帝并不是武则天，而是这位小女孩元氏。不过这个小女孩呢，只是当了不到1天的皇帝。随后胡太后就改口说自己搞错了，这是一个女孩，她现在要重新拥戴一位皇室子弟元照登基，做了新的皇帝。元照那时候不过也只有1、2岁的样子，所以胡太后此举无疑就是想让自己继续长期的把持朝政。但是胡太后的这番神操作也确实是玩的有点过分了，她真是视天下为无物了，太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了。此举遭到了朝中上下大臣们的一致反对。而接到过孝明帝圣旨的尔朱荣，也以要为孝明帝讨还公道的名义，带兵杀入了京城洛阳。洛阳城很快失陷。胡太后呢，这时候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她先让宫内的所有妃嫔全部剃发为尼，自己也剃光了头发，宣称从此不问政事。然后呢，就对进宫来抓他的尔朱荣做了一番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向尔朱荣诉说自己的委屈、自己的无奈，但是显然并没有打动这位边关大将。尔朱荣随后就命人把胡太后和他刚刚拥立的小皇帝元照一同投入了黄河。这还没完，随后尔朱荣担心自己的位置不稳固，会受到北魏那些王公大臣的威胁，所以呢，他就干脆以祭天为名，让那些王公大臣们聚集在河阴之地，然后命令自己的骑兵把这2000多人的贵族官员全部诛杀。这就是历史上的河阴之变。这位北魏版的曹操，接着就拥立了元子攸为新的北魏皇帝，自己开始过上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日子。元子攸后来立了尔朱荣的女儿做了皇后，然后他又以皇后生产的名义，把他的岳父尔朱荣诱入宫中。
最后自己竟然手刃了尔朱荣，报了他们袁氏的大仇。随后尔朱荣的兄弟又杀了袁子攸，又拥立了另外一个傀儡皇帝。再后来，朝中的大权慢慢就落入了尔朱荣手下的大将高欢以及宇文泰的手里。再往后，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建立了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后来又分别演化成了北齐和北周。北齐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那个禽兽不如王朝，而北周宇文氏的政权最后终于被他们的岳丈杨坚所取得，建立了隋朝。咱们再来说说剧中的萧燕，历史上的萧赞。萧赞以前的名字叫萧宗，他之所以改名也和他的身世很有关系。他确实是姓萧，不过并不是南梁开国皇帝萧衍的萧，而是南齐末代皇帝我们知道的那位荒唐的蒲蜀皇帝萧宝卷的萧。他是萧宝卷的遗父子，是当年萧衍带兵攻入皇宫的时候，看上了萧宝卷的妃子吴氏，并纳吴氏为妃，封她为淑媛。7个月以后，吴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萧宗。萧衍对外声称萧宗是一个早产儿，是他自己的骨血，还对萧宗格外的疼爱，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封其为王。那么萧衍真的以为萧宗是自己的孩子吗？我相信以他的智慧不应该这么糊涂。接管皇宫的时候，皇宫中妃子哪个怀孕了，哪个没怀孕，那都有明确的记录的。而且古时还有一句话叫7活8死，就是如果怀孕7个月的话，生下来很可能是个活婴，而8月很可能是死婴。萧宗正好在他母亲怀孕7个月以后出生的，所以说萧衍笃定这个孩子是他的骨血，似乎有点太低估萧衍这个开国君王了。萧衍很可能知道萧宗的身份，但是仍然是视如己出。再后来，吴淑媛慢慢失去了萧衍的宠爱，不知何故，他居然把他儿子的身世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萧宗为了验证自己确实是萧宝卷的儿子，他竟然偷偷地挖开了萧宝卷的坟墓，在自己的胳膊上划一道口子，然后把鲜血滴在了萧宝卷裸露的骨头上，看看自己的鲜血是否会渗入萧宝卷的骨头。结果真的渗入了，但是他还不确认，他后来又杀了自己的次子。等到自己的次子的尸体腐烂露出骨头以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他就笃定自己确实是萧宝卷的儿子。然后他就抓住了一个机会投靠了北魏，在北魏还得到了重用。他还把自己的名字萧宗改成了萧赞，因为萧衍的儿子的名字都有一个烂脚丝，比如说他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萧宗之所以改名，就是表明自己不再当萧衍的儿子。萧衍知道以后，虽然一怒之下赐死了吴淑媛，而且褫夺了萧宗的王爵，但是10天以后，萧衍就后悔了。他重新恢复了吴淑媛的封号和萧宗的爵位，并且还托人去北魏带去了萧宗小时候穿的衣服，以表示他这个父亲对自己儿子的思念。但在北魏的萧宗却誓志要为自己的生父萧宝卷复仇，完全忘记了萧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改名后的萧赞娶了袁子攸的妹妹寿阳公主为妻。再后来，随着袁子攸被尔朱荣的弟弟所杀，萧赞被迫出家做了和尚，后来在逃亡途中病逝，终年不过是30多岁。而就到了这个时候，南方的南梁皇帝萧衍依然是在想念着自己的儿子，虽然他并不是他亲生的，虽然他屡次的背叛于他，他还是命人偷偷的潜入北魏，盗回了萧赞的遗骨，附葬于自己的陵墓，让他死后仍然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儿子，至少他心里是这样认定的，仍然能够在他的身边嬉戏打闹，承欢膝下。在今天为大家讲了胡太后弑杀亲子的这样人伦惨剧之后，再来说说萧衍对萧赞的舐犊情深，是否会让我们在那片冰冷中
感受到一丝瘟疫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